视角看韩国美食节目，财阀的韩酸餐桌，在韩国再有钱也得天天吃泡菜。我是个韩国电台记者，看够了乡村美食，今天呀，咱们来看看我们韩国财阀家庭都吃些什么呀？节目组到3位财阀家中拍摄他们妻子为丈夫准备午餐的日常。第一位嘉宾是整形医院的院长夫人朴女士，因为丈夫是院长，所以朴女士家中可以实现五花肉自由。于是乎，朴女士没事就会为老公做五花肉吃。朴女士炖五花肉一绝，因为她有秘方，在汤中倒入大量的白糖，里面再放入葱段和整颗的洋葱，随后把五花肉放进去煮50分钟就行了。果然是财阀，就是不差钱啊！五花肉都直接放2块。随后，朴女士又开始做调菜料汁儿，往瓶子中倒入适量酱油，然后加入超大量的沙拉酱，再倒入些许橙汁，最后放入芝麻，然后搅拌均匀。从朴女士的表情中不难看出呀，她对自己的杰作非常的满意。此时我也深深的感觉到朴女士的老公一定非常爱她，不然凉拌汁做成这个鬼样还不扇她，确实是很爱了呀。把炖好的五花肉捞出切块，再佐以辣白菜和5种小泡菜，这样一顿财阀午餐就算是做好了。节目组邀请了另外3位财阀夫人一起品尝，大家用紫菜包着肉和辣白菜，其他人吃完都说马西骚呀。但是演员李小姐呀说，这不就是五花肉跟辣白菜的味儿吗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。肉眼可见，朴女士非常不开心呀，毕竟这可是自己精心制作了5个小时的美味，本来还想惊艳住大家，但是没想到居然有人不识货呀。看得出来李小姐家里应该更有钱呀，居然连五花肉包菜都看不到眼里。朴女士和李女士这边剑拔弩张，这顿饭我吃的是如坐针毡。于是我催促着摄影师赶快去下一家啊！眼前这位女士就是申小姐呀，申小姐的老公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，所以说申小姐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财阀夫人。她今天要给我们做的是全罗道美食。申小姐说，因为老公是全罗道人，所以从小呀特别喜欢一种叫莲婆汤的东西，于是自己专门学习了，每天做给她吃。先把新鲜的章鱼清洗干净，然后把洋葱、苦瓜还有香菇等洗净切块。在韩国，蔬菜可是华贵之物，普通人大多只能吃得起相对便宜的泡菜和豆芽之类的蔬菜，只有有钱人的家庭才能顿顿吃青菜。把刚才处理好的蔬菜和蘑菇放在砂锅中，在中间放入虾米和大量的姜末，再把兑水的味增汤加入辣椒粉倒入锅中，然后在火上煮上个40分钟就行。没用完的苦瓜，申小姐还用来做了3个饺子，而下面垫菜的是清爽的嫩黄瓜。最后申小姐还做了2张迷你小蛋饼，切成丝后放在刚才的饺子上。随后申小姐把17种小泡菜端上桌，让大家配着3个饺子吃。果然是有钱人，吃个小咸菜都这么有仪式感呀。这个时候莲婆汤也做好了，一掀盖满屋都是浓郁的大酱味啊。婆婆看着这一桌啊，顿时觉得媳妇的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？一共4个人做仨饺子，一会儿打分都不知道呀。好在莲婆汤里的章鱼让婆婆挽回了一点面子。随后申小姐给大家各盛了一碗，大家一吃都觉得十分马西骚呀。婆婆一看闺蜜们吃的还算满意，脸色呀才好看一点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你们觉得财阀家庭吃的怎么样呢？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赞收藏，你们的喜欢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